真的。哎，他不在医院呢吗？跑了。跑了？嗯，这不中毒了吗？那还能跑？能跑，刚才跑回来带着随小出去了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王小杰呢？想什么呢？请教。手能松开了吗？不能。这小子太不会办事儿了，也不打个招呼就把你带过来。我这人是不是很乱啊？还行，不乱，挺干净的。他没事就来帮我打扫，撵都撵不走。哎，他有没有跟你说我是谁啊？嗯，来的路上说了。哎，你有没有纳闷儿，他怎么就把你领到我这儿来了？他说，您是他现在唯一的亲人。你也是他唯一领到我这儿来的女孩儿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意思不是说是他交往过很多人，他是你知道我意思，他没交过女朋友。我明白，我懂。他能领你到我这儿来，就说明他真的动心了。我去看他一下。你随便。怎么弄的？这是丁棍，以前不懂事的时候留下的。哦，刀伤身上也有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你现在不是懂事了吗？你干什么？哎呀，注意场合。哎，你轻点。干什么？坐下。老杨，我晦气的东西。谁他妈让你来的呀？老杨，你干什么？动手！别动手！你我不是你爸！你干什么？杨哥，杨哥，啥子结婚呢？你他妈别闹了，你给点脸行吗？老脸盆，你跟着我去！去！我他妈窝囊呀！我他妈让你们喝，我他妈让你们喝！妈，咱们回去，咱们走。走，这种家庭不要脸吧？走。杨老哥，信啊！你信啊！缺钱了！打死我！打死我！你打死我！打死我呀！来，多钱了？都别过了！虽想是个好姑娘，你小子撞大运了。说什么呢？哎，没说，没说。这花生米留下吧。王小姐被抓，我真是一块石头落地了。我知道我帮过你，你把他当哥们儿看，但是我怕你看不透他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有心机，有野心。当年我也曾经想帮他走上正道，可是他呢，
因为我要抓他。我这双眼睛啊，很可能就是拜他所赐的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小赵，对不起，小赵，对不起，爸爸没有保护好你的皮包。爸爸没有帮你把皮包保护好。对不起。从昨天到现在，这个敖小姐什么都不说。拐弯抹角打太极，女孩子被殴打性侵，她说是对手下管教不严，自己从来不参与。杀人嘛，就完全不认了。有人敢在咱们前面袭击了他，对，有人要灭他的口，会是什么人呢？他很可能知道，但是不说。那个老沙红丽，应该也被灭口了。本来以为敖小杰就是那只黄雀，现在看来啊，也是螳螂。都要被灭口了，也不说。只能说这只黄雀很厉害，爪子伸得很长。这个案子已经不是简单的一起杀人案了，顺着绳子拽，后边很沉。那个跟敖小杰一起出逃的大勇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在医院，救是救过来了，不过伤得挺重。敖小杰是亲眼看着大勇被打成那样的吗？对。但是审讯的时候，敖小杰一句都没有问过大勇的情况。没问，就是个白眼狼。他肯定不是什么仗义的人，但是一句都没问呢。你是觉得？报告，石江峰又打敖小杰。别动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别犯错误啊！我那是气话，我不打他，我去问句话。不行，不行！哎，我不会打人，我有事要问他。审讯要按程序来。行，你们问完了我再问。但是，我有个请求。哦。看清楚了，他伤得很重，但是没有生命危险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出来混，还是要还的。打他的人也应该还，你不用表现得那么不在乎。有个在乎的人，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你放心，我们已经跟看守所沟通好了，保证你的绝对安全。不是哄我的吧？不是。
不是他怎么来了呀？我人虽然瞎，但我还是个警察呀。你已经退了，还能审我吗？退出办案岗位后，参与巡逻队的派出所社区民警，现在安排我来专案协查。你小子面子够大的。哥，峰哥，我没想要你命，那药不纯的，我兑了水，你知道我卖的都是水货。别解释，我知道，你没有杀人的那个胆子，否则他不可能活到今天啊。对，真的。郝小杰，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间比认识他的时间还要长。你说你还是个孩子，个子小，胆子也小，希望你当人的跟班儿。你做事总不会冲在前头。其实你不是个坏孩子，就是从小缺少关爱，还被别人欺负。人嘛，总得学会自保。而且你聪明，脑瓜灵活，学得快，混得开，这点你比他强。所以您当时老抓我上学去，我不是那行料。就是你脑瓜灵，机灵，所以你办事儿啊，你会权衡轻重，趋吉避凶。出头鸟的事儿你不会干，办事儿你不会办绝了，对吧？我听他们说了你这些年干的事儿，我就说嘛，你还就是个跟班的，杀人，哼，你没那个胆子。我不相信你背后没有一个老大，你得想清楚啊。你犯多大罪，担多大责，你那还年轻，坦白从宽，争取少判几年。你服刑出来以后，还可以开始你的生活。哎，你看我，我都这把岁数了，我都这个样子了，我都能开始我的新生活，对不对？一场意外毁了我这双眼睛，小杰，该不是你弄的吧？说实话，还是你背后的大哥弄的？是谁？真不是。说实话。是坤哥跟我提过一嘴，他说以后没人烦我了。坤哥是谁？专门干脏活的，这次要干死我的人肯定也是他。这人特别狠，圈里有个外号叫夜叉，但是没人敢叫。给谁干脏活？小杰，既然要撂，就全撂了呗。李大大，李大大？对，李大大为什么要灭你的口？他就是我背后的金主啊！我的公司、KTV 都是他的。我就是个街头混子，我哪有钱做这么大生意？我是白手套，坤哥是黑手套。我手下的这些主播，我选一遍，李大大也选一遍。有满意的呢，我就带他去参加他搞的那个秘密聚会，但是聚会我不能进，所以发生过什么
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敢问。那2个死了的，我知道有1个去过，还有1个有人带去过，往缸里带的老沙。确实知道太多。沈小舟呢？沈小舟他没去过，他就干了2回直播他就走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当时李达达让我逼那个死宅删帖，我还有点奇怪呢。你说他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沈小舟之前干过主播呢？因为他不想让我们查到你，再查到他。哦，沈小舟其实是张浩洋托李达达介绍给我的，他确实是想打工挣钱，家里穷。但是我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啊，背靠大树，还非得要整个撒花脸走的。这人也拧巴，明明特在我前，当时跟我谈分成的时候，为了1、2个百分比，跟我磨了那老半天，你算算叫我清楚。然后呢，说辞就辞了，1分钱都没有。你们公司还有谁去参加过李达达的秘密聚会？说吧，所有人我们都会保护。没有了。凡是去过的，我都没见过他再回来。谁啊？还没睡啊？打扰了。干嘛？向你请个罪。敖姐的事儿，我们办妥。算了，他也不敢乱说话。敖姐没有家人，不好控制，所以以后要小心点。你替我小心点不就行了？啊？刘妈，啊，你是怎么认识石强峰的？铁路旁边逮的。那年他17岁，在火车站见义勇为跟人打架，一个人挑5、6个人，给打得头破血流，还在那儿硬撑着呢。跟他交朋友，我费了老劲了，1年多才肯叫我一声叔。本质不坏的，身上有股子侠气啊，一块石头磨一磨，兴许能出玉呢，是不？上警校磨出来了。走吧，老马。哎，你立功了。说话的，什么叫立功啊？哎，那人老梁安排的好。老梁走了啊。哎。敖小杰交代，贾贝贝参加过李达达的秘密聚会，而王一山应该是老沙红丽带去的。这个沙红丽啊，很有可能也是李达达的傀儡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个李达达，应该列为重点的嫌疑人，集中火力查。先暗访，不明查。他父亲李荣和那是金海集团的老总，明星企业家，不能再出现上一次张浩洋那个网络事件。拿到了铁证再出手，出手就要定死。邱局，还有什么指示？哎呀，虽然线索都指向李达达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参加聚会的都是谁，聚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凡是参加聚会的
都有嫌疑。可是这个凶手有他自己独特的爱好和标记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性心理变态型人格。所以我们要继续的验证排除。梁海平，你觉得李达达像吗？见过他2次，以他的性格和表现，我觉得有70%的可能，而且他更惯用左手。你老婆打你！是沈小舟。沈小舟怎么了？还记得吗？沈小舟案发的第2天早上，他开车撞人，我把他抓回队里。他当时的情绪很狂躁。是，很兴奋。其实，这不是刚刚作案杀人之后的状态。相反，他得到了满足，应该相对平静。你是说，沈小舟可能不是他杀的？不知道。看着这海蛎子从这儿啊绕口，哎，这一压，小心手啊！哎，别打，拿2个鸡蛋啊，看见没有？2个啊，这样是。跟妈妈学，学会了再看啊，学会了才允许看。来看，打碎，看电视，乖，跟妈妈学，学会了再去看电视，听话啊，小孩。搅匀啊，看着小份儿呢。2勺就行了啊！来，看这儿，看这儿，看电视，不许看，不许后就不许看。吵什么？好了。小海，电视打开了，来看吧。而此时，在南下冷空气的激发之下，浙江和江苏南部这一带的强降雨也将会开始增多，并很可能会伴有雷暴。怎么了？为什么非要让他学这个？在福建中部和西部将小周在的时候，他还有个依靠。其中将会出现现在怎么办？西部的强降雨和我们俩要是没了关系，由于这一带他只能靠自己。在西进的过程当中，在这种地形台风的作用下，将会给迎风坡制造更为同时呢，在福建的南部和江西的东南部这一带，我们还要特别注意防范。现在，妈做了大包子了，让给你送过来。替我谢谢妈。小树怎么样？听话着呢，放心。上班去了啊？哎，啥？没事，你去吧。破烂再说。好，破烂再说。好了，包子趁热吃。开会。我说一下啊，敖小杰呢提供了几个参加过李达达秘密聚会的女孩的姓名，经过我们的查找发现呢，都是近1到2年内离开的临川。有3个人行踪明确，2个回了东北，1个到了四川，其他的没有下落。李达达是不是变态？这些人恐怕都见识过。
那他们是被吓跑的还是送走的？去找找他们。已经分了3组人，一会儿就出发。要做好准备啊！这些人恐怕比敖小杰更害怕。只要能找到一个肯开口的，就好办了。报告，有人报警，说有沈小舟案的情况要反映。什么人？是一对老夫妻。二位以前也是旭日厂的？啊，不是，我们是做小生意的。不过要是旭日厂的，那就好了。那有什么好的？旭日厂不是早就关停了吗？哎，关停了好，那旭日厂它有房有地的，将来拆迁了就可以换海景楼房了。现在出了这人命案，恐怕这拆迁分房的事儿得耽搁了。听说老板改主意了，要另外选地了。这个情况我不了解。你们今天反映的情况跟沈小舟有关吗？哦，我要说的是杨涛啊，不是杨涛，是杨涛他爸。哦，对，就是杨涛他爸杨宝阁。杨宝阁跟沈小舟有什么关系吗？跟沈小舟他爸有关系。我们很早就听说啊，这个杨宝阁呢不待见这个沈华章。昨天婚礼啊，那个样子，嗨，就不是不待见，那简直是有仇啊！杨涛的婚礼，对，这个杨宝阁啊，给搅乱了。昨天他喝醉酒，大吵大闹，哎呦，那个场合一点不给我们面子。我女儿啊，才不要嫁去那样的家庭呢。哎，好在他们俩还没领结婚证。那这个杨宝阁为什么不喜欢沈华章呢？他老婆喽，就是杨涛他妈，年轻的时候啊，跟那个沈华章呢好过一阵子，不过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两个人还像小年轻人一样记仇呢。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这昨天晚上啊，杨涛到我家来赔罪，我给追问出来的。因为他们家呀跟沈家关系好，这婚礼上啊连鞭炮都没放，就是因为啊这沈家女儿死了。我看那个杨涛啊跟杨宝阁长得一点都不像。昨天婚礼上沈华章来了，我倒发现那个杨涛跟他长得倒挺像的，两人都是白白净净的。你说会不会跟那个？这别乱猜。不过啊，这个杨宝阁啊，确实这脾气坏得很。他一酒蒙子，喝了酒就打儿子，下手那个狠呐，我看都不像他亲儿子。这杨涛这背上啊，还有他皮带的那个留的疤。就是，哎呦，这种家庭咱们离得越远越好。那万一他们真要干过什么要人命的事儿，怎么跟他过得下去啊？你们是觉得杨宝阁有可能？好，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，谢谢。对，那个听说那个沈家女儿是在那个旭日厂的污水池里发现的，是吧？这杨宝阁啊，下岗之前呢，就在旭日厂的污水处理站上班啊。喂，你好，是石先生吗？您的 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方便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取。好，知道了。你认为他们提供的线索有用吗？我看是为了悔婚吧。只要是线索就不能放过吧？沈小舟的案子本来就有很多异常的地方，跟那2个案子有联系又有区别。以前那些复杂的案子不是也出现过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吗？不起眼的人，结果是真凶。杨宝阁的底子摸过了吗？他有案底。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寻衅斗殴，因为伤人进去过2次。如果杨涛真的是沈华章的孩子，
我觉得不能排除他为了报复沈华章，加害沈小舟的可能。好，那你就接着查。现在李达达的嫌疑重大，情况又多，赵厚刚已经派出去3组人马了，人手有点紧张啊，你分配一下，留下你用的，其余的调给他。一个人跟我，其他人好好配合赵组长工作。是，放心吧，好好配合。因为你跟二队打不起来，我要抓李达达，不是抓，是查，查了就抓。准备去那边了，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你去吧，你跟我。哎，连队，抱歉，是为了老马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冲动。林子比你有经验，好好配合，不要冲突，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。知道了。渴了，我去买杯喝的。车底留人，帮我带一杯冰的。行，知道了。哎。哎，老贾，忙着呢吗？你给我帮个忙。最近忙着。哎呀，我这昨天呀，我这不知道是受风了，就这块还是睡落枕了呀。我这哎呀，特别不得劲儿。帮你按一按。哎，哎，前2天那个杨涛婚礼上都谁去了呀？我听说怎么还闹不愉快了呀？可不是嘛，他爷2个把桌子都掀了。哇！不过这杨涛是个好孩子，可是他爹不行啊。他儿子结婚他耍酒疯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岁数都活到狗身上去了。这杨宝阁闹，我听说是不是因为沈华章啊？这醋都吃了几十年了，一肚子酸气压不住了。嗨，也别怪人家老杨酸气。想当年沈华章跟丁淑兰是挺般配的呀，是吧？哎，俩人不上过电视呢吗？对啊，上过。90年市里大汇演，他们2个代表我们厂出的节目，一个弹琵琶，一个跳那个什么民族舞。有那水平，那可不是地方台水平，那是中央台的水平。那你说这俩人，最后怎么就没走到一起呢？哎呀，这不是91年嘛，沈华章的爸妈都得了病，沈华章呢就没有时间弹琵琶了。这样一来啊，他跟丁淑兰在一起的时间也就少了。再加上孙秋红非常迷恋沈华章，他是我们厂职工食堂的嘛，他天天跟他父母送饭，这鞍前马后伺候的你没话说了。这再后来，这丁淑兰突然就嫁给了杨宝阁，这沈华章跟孙秋红就成了2口子了。你说那都是废话，这点事咱厂子谁不知道啊？他俩为什么分的，知道吗？这还能为什么呀？孙秋红他是过日子的人呢，丁淑兰不是啊。你说沈华章找谁？那是你，沈华章他和你一样吗？切。哎，沈华章和丁淑兰是91年什么时候分手的？是91年冬天，那年我儿子刚出生，跟他爸妈在一个医院。
警察同志，这案子能破吗？肯定能破。一天不破，我们心里一天也不踏实。是惦记你那海景房吗你？你快别放屁了！小周是咱们畜市场的孩子，多出息的姑娘，让人害了，这仇得报啊！是，得报。如果沈华章和丁淑兰是91年冬天分手，我记得杨涛是92年夏天出生的，记得够清楚的。啊，烫了都。有点饿了啊，给我弄点吃的吧，回锅肉盖饭。刚进去啊！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买螺蛳粉啊？你没盯过烧啊？这臭烘烘的，连汤带水的，这东西盯着违禁品。就这味儿吃什么都臭。哎哎！你再远点，红灯过不去了啊！你快贴他脸上了，你是不是手眼不协调啊？换我开吧，来来来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我驾驶技术对你前3。那第一肯定是连队，他那开车动作就跟谍影重重差不多，那技术又快又稳，主要是那个距离感。他连刹车都不带踩的，见缝就钻，那死火。梁海平是不是你爹呀？你好，这里是私人住宅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啊，警官你好。刚刚那个车主住哪栋？他住在902栋。我跟着李达达，他带了一个女孩回家了，但是我现在看不清他别墅的全貌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怕他动手，我来不及。这个女孩是从哪儿带回来的？酒吧。之前的被害
明白，我继续盯着。嘿，这李大郎还真利索，也就1个小时吧。1个小时，盯了我100个包。我忘了，痒吧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问你去哪儿？饭在锅里，你一会儿吃吧。下次做饭的时候，打开气门，用火点一下，不然打不着。油盐酱醋，我都放在显眼的地方了。还有你爱吃的几样菜，我都把做法写下来了，压在罐子底下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要出远门吗？洗衣机你也会用，小周都教过你了。少放点洗衣粉，早上晾出去，晚上记得收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前些天在电视里看见省城有家店卖面包蛋糕的，专收像小海这样的孩子。我想带他去看看，能不能收他当做徒弟。去多长时间？要是好，就留下吧。好，走吧。不想回来就别回来了。小周的事儿还没有结果，就不要这个家了。眼里只有小海，没有小周。小周不是你生的吗？你以前也是在污水处理站工作？对呀，杨宝阁这个人呐，脾气大，心眼小，跟谁都不对付。是啊，我们都怀疑过，他那儿子指定不是他亲生的。你看他自己长得跟李逵一样，能生出那么白净的儿子，他祖上积什么德了？他不是个东西，我跟他有仇。有一回啊，开他个玩笑，是不是说他儿子？是啊，刚说了一半，他抬手就把我扔到了前电池里。就是你们发现沈家姑娘那个池子，要不是有人手快关了阀门啊，我他妈就被吸到排水管道里了。听说你参加杨涛的婚礼了，闹得很不愉快。对，我不应该去。杨涛的父亲杨宝阁，跟你以前有过冲突吗？没有，没说过话。你跟杨涛的母亲丁淑兰关系不错？还行。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？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可能会比较难堪，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。杨涛是你的儿子吗？
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可能会比较难堪，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。杨涛是你的儿子吗？我儿子？杨涛的父亲是杨宝阁，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因为丁淑兰。不可能，杨涛怎么可能是我儿子？你再好好回想一下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不可能，杨涛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，我跟丁淑兰分开已经有。哟，这忘了，你真够大意的。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个？因为有人反映了一些新情况，我们必须核实。你们刚刚为什么要问杨宝阁？你们怀疑他？你们是说有可能是杨宝阁？是他吗？这么说，是我害了小周。沈大哥，我们就是随便问问啊，你别想太多了。再说这杨涛要不是你儿子，这不就没有那些可能性了吗？来来来，喝杯水。联系一下丁淑兰。嗯。要不你回避一下？丁大姐，你好。沈小舟的案子有一些新情况需要了解。有个问题不太好问，但是，丁大姐，杨涛是沈华章的儿子吗？你们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？对不起，请实话实说。不是。不是。不是。不信你们验血去。杨宝阁是不是脾气很暴躁？平时有没有对你有过暴力行为？什么？啊，就是他平时有没有打过你啊？没有，他不打老婆。但是他打儿子呀。杨涛是不是没少挨打呀？啊？不是。你们问这个干什么？你们怀疑谁？林大姐，我们这个就是常规询问，别多想啊。这查案子嘛，就是相不相干的都得查一下。这些问题对杨宝阁、杨涛都要保密，好吗？有尾巴，这谁啊？
为什么跟着我们？你们是不是在调查我爸的事儿？对。你们怀疑我爸杀了小周？你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的吗？没有。沈小舟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杨宝阁在做什么？喝多了。再见。天天带人呐，一天不整能憋死。哎，不回家，这是要去哪儿？跟紧了。嗯。叔叔，玩的好厉害，教教我们。你看试试。好呀。来，走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今年还加戏了。这应该是金海集团的产业，还没正式开放。真方便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去看看。石警官，您住隔壁呢？我吵着你了。他要伤害你吗？你是谁啊？他是谁？你也没说要家人啊！闭嘴！不好意思，石警官。暂时，先别玩了。这次能发现他们，及时告诉你，下次就不一定了。去见见先生吧，他想跟你说说话。不去，我跟他没什么话说。先生说，希望你能到国外散散心，玩枪、打猎，
自由得很，还能看看你母亲。疯了？什么主意都敢出了是吗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回去告诉老头子啊，让他以后少管我的事儿。要是再敢对我的事儿指手画脚的，大家都别吼。听明白了吗？回去告诉他啊。杨涛不是，不是，可我算时间。不是。嫂子回来了，小海。我先回去了。啊。怎么回来了？刚掉粥，刚掉粥，成饺粥。这2天我想了很多事儿，你能听我说说吗？我跟丁淑兰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千万别误会。你当初为什么跟我结婚？是可怜我吗？不是，你很好，是我自己心里有问题。小孩一生下来是那个样子，我就觉着我对不起你。后来有了小周，怎么那么好看，又懂事，学习又好，谁见了都夸。我和他站在一起，不认识的都不相信我们俩是母女。他跟你像，也跟你好，好像你们俩才是一家人，我就是个外人。你不是外人。你坐回去。
后来我才发现，他有什么心事，还是跟我说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让他自己拿主意。他说没事儿，就是跟我说说就好了。妈，做什么好吃的呢？啊，鸡蛋炒西红柿，再煎个茄子啊，青椒煎茄子。你这头发都乱了，我帮你扎一扎，别动啊。好啦，哎，我帮你把这茄子洗了吧。哎，这个也要洗，这不用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小周小时候刚上小学吧，咱们全家去照相。你想跟小周单独照一张，可小周说什么都不愿意。每张照片都得是我们全家4口。我有时候也想，小周是不是也可怜我，可怜小海？他从小做的事，就是能让我们一家人在一起。现在小周没了，我们这个家也就散了。秋红，我这2天一个人想了很多事儿，是我自己太不吃醋了。在这个世上，再也没有哪个人比你给我的更多，可我给你的实在是少得可怜。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，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力。这个家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扛着，但是我还不知道感激。你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家里的活气儿也都没了。今天你们回来了，我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，踏实了。小周在的时候，我好像总是能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。他太光彩了，像个小太阳，把我的眼睛都照花了。除了他，我谁也看不见。我现在才看清楚，这个家之所以是一个家，就是因为你。我后悔这辈子给你的太少了。如果以后你能给我机会，我想补回来。小周没了，我们都丢了半条命，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。我们把这剩下的半条命凑在一块儿，为小海活着吧。我不是怕以后没人伺候我，在你面前装可怜，你也不用可怜我。如果你还想走，我来帮你劝小海。
可能早就感觉小郑破坏了。杨涛真的不是沈华章的儿子，厂里都流传我们俩是一对儿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真的在一起过。那个时候，大家都挺现实的，只是相互有好感吧。但是又发现对方他不是结婚的材料，都不会过日子。91年吧，沈华章在老家的2个老人突然生病了，厂里的职工舞会他也不参加了。也就是在那一年，我们头一次听说这个厂里他不再是铁饭碗。现在随着我国的经济的飞速发展，用人单位职工的技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。从就业形势看，只有经过培训，掌握了一门实用的技术，到哪儿都能找到工作啊。多少年的职工，没有一技之长，说下岗就下岗。工作也是靠出我怕下岗，且挣钱少。要想挣钱多，我什么都不会，要有一技之长。后来，厂里的职工舞会，我就经常搭伴厂长。再后来，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。那个厂长不是岳红兵？不是，91年的时候，岳红兵还只是个普通干部。那个厂长后来因为贪污被抓了，到现在还在监狱里呢。91年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他怕我说出去，保证我不会下岗，还给我介绍了2车间主任杨宝阁。杨宝阁还当过车间主任？是的，后来因为打架伤人被撤了，调到了污水站。他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，他一直以为孩子是沈华章的。有一次喝多了还问我，我发誓说不是，其实说的也是实话。6月19号就是沈小舟案发当晚，杨宝阁在家吗？他那天喝酒去了，后半夜才回来。沈小舟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杨宝阁在做什么？喝多了，在家。可是杨涛说，杨涛和杨宝阁他们父子的关系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从小打到大。说来也奇怪，今天早上杨涛就把杨宝阁叫到外地拉货去了，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查一下杨涛的位置。好。他在修日厂。给崔小的。啊，你喝吗？这奶茶怎么喝了半天，一个珍珠都没有？你那杯是随小的，他不爱喝。嗨，这是一杯没有灵魂的奶茶呀！认准了？听说李达达他们耍了你一手。他肯定知道我们在盯他，我看以后也不用盯了。他故意摊牌，就是想让我们放弃对他的监视。都打明牌了，他也不会动手啊。杨涛会去哪儿呢？跟沈小舟有关系的地方。
杨涛是杨宝阁儿子吗？不是。那杨涛他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来过，又走了，这太明显了。你拉我到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！哎，不是，哎呀，你干什么你呀？干什么呀？这厂子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老郑啊，你去生活去找，我们俩去工业去找。好。东区9号厂房。在哪儿啊？这太大了，我转向了。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别喊了，你说啊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？是不是你干的？小周是不是你杀的？啊！杨涛，你别管，我快问出来了。交给我。说啊！交给我吧，我来问。他不会告诉你的，他最烦警察了。烦不烦的，我们总能问出来。你先把扳手放下。不是我干的，他喝多了，他自己摔的。老实点儿，还是警察有枪，笨呢，蹦的。我没带枪，杨涛，我知道你关心小周，但是你现在这种方式，你想想，以小周的性格，他会赞成吗？我让小周犯法的，犯法！小周不会想让你这么干的。能走吗？我儿子，你别跟我跟你走，我坐。谢了。找个窝里气。怎么关内我不审吗？喝口茶，醒醒酒。谢谢。你习惯用左手？我这个不是左撇子，右手受过伤，没有劲儿。用你的右手
使劲儿握一握。干什么呀？伤情鉴定。这个杨涛没有打我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撞伤的。你们别为难孩子。你撞到水泥桩子上了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也甭跟我绕弯子，我都告诉你们，沈小舟被害的那天晚上，我喝多了，大断片儿。第二天我躺在我们家洗手间，醒来的时候我全身都是土，我都不知我干什么了，杀没杀人？要是你们认定是我害了沈小舟，我给他抵命。该咋地就咋地，大不了枪毙。把茶喝完。手受伤了，也没耽误你打儿子啊。你爸的右手受过伤？对。之前让机器压过，表面看着没事儿，里头骨头断了好几根，握东西握不住。我夺他酒瓶子的时候很容易。那从酒鬼手里头夺酒瓶子，也是虎口夺食啊！啊，就能握到这个程度？那这要不是装的，那就肯定不是他了。沈小舟脖子上的淤痕是双手造成的，持续用力，而且右手压痕更明显。这个力度不符合。连队，有些事不知道跟你们说了有没有用。其实小舟没有看着那么坚强。你是指？你看，在别人眼里啊，他什么都好，处处都拔尖，从小到大每一步都很成功，顺得很。好像这人看起来就没什么烦恼，谁看到他都在笑。其实他也会哭，挺奇怪的。他从小就把我当哥哥一样，有什么委屈也跟我说，好像我还能帮到他什么似的。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也没什么具体的事，就1、2个月前。我去他学校找他，我正好去城里办事，他不在学校，他又出去打工了，在什么厂子给人弹琵琶，他那天肯定是受委屈了，他说什么都不干了，让我把琵琶捎回去。怎么样，今天？哦，是挺好的。他那天还哭了很久。您说是不是有可能他遇到什么坏人了？这些情况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哎，连队，咱派出去的3组人都回来了。敖小杰交代的证人啊，
只在东北找到一个姑娘，是在心理康复中心找到的。什么中心？就是精神病医院。不过这人看着还挺正常的。人呢？本来要带去询问的，结果他呢是不能在没有窗户的房间待着，1分钟都不行。现在随小陪的在2楼接待室待着呢。是这个人带你参加的聚会吗？是，豪哥，但不是什么聚会，就一个人。是他吗？是。他都对你做什么了？别害怕，慢慢说，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。他让我脱光，站在桌子上，然后用绳子把我的手绑起来，然后把我吊起来。能说详细一点吗？脖子，他绑着我的脖子，好几次我喘不上气，快要晕死过去了。他把绳子绑好之后，我就踮着脚，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换高跟鞋，换了好几双。他说这些都是国外的进口货，我平时连见都没见过。外国买的，怪不得查不着呢。摸我的脚，还有舌头，我实在是太难受了，我喘不上气，我感觉我就要死了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醒了之后呢？醒来以后，我就在一辆车上了。那个人他就跟我说，只要我敢说出去，他就杀了我全家。他知道我老家在哪，他也知道我老家的门牌号是多少。他给了我钱，然后给我买了机票让我回老家。可是我真的太害怕了，我不敢出门，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你们会保护我吗？李达达，就是杀害王一山贾贝贝的凶手。这个结论没问题吧？杀害沈小舟，他也有嫌疑。好，接下来要确定，现在抓不抓？我觉得抓当然可以抓，可抓了以后怎么办？啊？现在只有人证，罪名也就是涉嫌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。可能把他和3个死者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证据有吗？就算我们突击搜查李达达所有的住宅，有把握找到证据吗？李达达的心理素质怎么样？预审能有突破吗？反正你的意思是现在不能抓，那接下来怎么打？李达达干的这些事儿，他爸知道吗？哼，掌握证据之前，就当他不知道。证据要在李达达身上找。可是这小子现在警惕性太高了，肯定不会再次作案。我们怎么找？不一定。什么不一定？接着说。我是说，以李达达的性格，
他不一定不敢再次作案。我觉得他是很自负，甚至可以说是很狂妄。没错，这小子特别狠。就拿那两起命案来说，抛尸地点都离居民区不远，很快就被发现了。他大概觉得查不到他头上，警察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次交通肇事被抓，他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。抱歉，随地吐痰。所以，如果条件允许，他一定会再次作案。是球友局说的，这个行动比较危险，英子外形又不合适，所以决定从特警队抽人。哎，没选你，不关我的事啊。你敢说这个决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？那领导决定的，我能说啥？你一句话都没说。你考虑清楚，不要失去我对你的信任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连队说了什么。我说，你脚长得不达标。怎么了？有事儿？石强峰说我不达标。就这还不达标？虽小，不是达不达标，是危险性太大。我怕危险吗？传出去说咱滨海大队没人，被人笑话。我觉得嘴角可以，而且他的长相集中了两个被害人的共同点。那就这么定了啊！不行，我找书记去。要想等李达达再次作案，就要先让他放松警惕。我们会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发出消息，说敖小杰已经认罪了，针对李达达的所有侦查行动已经全部撤回，然后我们给他送上一个完美的目标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李达达是有能力获得目标对象的个人信息、家庭背景，所以我们要为隋晓打造一个完整的个人背景。这些信息要录入系统，确保可查。他的近期经历就是几个月之前跟家里闹翻，离家出走，来到临川，暂时无业。另外，更重要的是他的网络信息，社交网络个人相册，这几天至少要做出半年的个人相册。社交网络最重要的就是照片，自拍和写真穿插着来，一部分外拍，一部分拍好了 P 图。辛苦各位，至少300张，要不同季节、不同发型、不同服饰，另外妆容也要有变化，注意光线，跟你选的那个照片的背景要一致，要做到天衣无缝。没问题，你们网上看到了很多网红照片，其实就是 P 的。大家是负责个人相册的文字内容，自己写，转发热帖都可以。这个文字要看上去物质的、虚荣的、庸俗的、人云亦云的都可以，符合人物性格就行。这个李诗雅，英文名 Lisa， 是个容易上当的女孩。最后，
最重要的是要严格保密，千万不能对外透露任何信息，因为这关乎我们这位女警察的生命安全。老雷，要是换到抗战时期，你可以干潜伏。干活吧。直男都喜欢。要不就他留着。我怎么不行啊？我这就可以啊。他这个可以。哎，队长。哎，对，还不说是我写。咱这什么呀？